捷豹被称为英国汽车工业的明珠，在很多影视作品里面都是英国绅士的专属座驾。但这样一个有着英伦贵族血统的汽车品牌，如今早已是风光不再。捷豹在全球销量持续萎缩，尤其是在中国市场。新车滞销导致捷豹 4S 店的优惠幅度巨大，7折虎、6折豹，在车圈内几乎是人尽皆知。新车优惠力度大，导致捷豹的二手车保值率更是惨不忍睹。以捷豹当年的旗舰 B 级轿车 XJ 为例，当年落地100万级的 XJ， 如今2013年的二手车只需要10万出头就可以拿下了。要知道 XJ 当年可是对标奔驰 S 级的顶级轿车，还有当年落地50万对标宝马 X5 和奔驰 GLE 的 F-Pace， 仅6年车龄的二手车仅需要15万。我知道很多想买二手捷豹的兄弟们，大部分都是因为价格实在是太诱人了，在绝对性价比面前，任何信仰都会崩塌。二手捷豹为什么这么便宜？会不会是坑人的陷阱？如果想买二手捷豹，到底哪款车型是最值得入手的呢？我发现全网好像还没有 UP 详细聊过二手的捷豹。今天学长来帮兄弟们好好分析一下，保证是你能看到目前全网最详细的关于二手捷豹的解读视频了。视频是学长花了1周时间干出来的，还请兄弟们给我一个免费的一键3连支持一波。老粉都知道学长个人对捷豹品牌是非常喜爱的，本期视频可能会掺杂一些我个人比较主观的看法，如果说大家不认同，轻点喷我，拜托了。我们先从捷豹的旗舰轿车 XJ 开始聊起。XJ 的外观内饰放到现在来看依旧不过时，将近5.3米的车长和3.2米的轴距，开在路上有一种 B 级豪华行政轿车独有的气场。如果说你想花小钱办大事儿，让别人一眼就觉得你的车很贵很高档，二手捷豹 XJ 绝对是非常适合你的选择。那国内我们见到最多的 XJ 实际上是第二代车型，从2010到2018款都是这代车。实际上国内还有少量的初代 XJ， 就是最经典的4眼圆灯雪茄车身的捷豹。初代 XJ 由于非常经典的设计、优秀的用料和工艺，加上国内的保有量很少，现在二手车价格反而比2代的 XJ 要贵。初代 XJ 车龄已经超过15年了，而且国内保有量很少，配件基本上都需要海淘，只适合极少数汽车发烧友来收藏。我们主要聊一聊市面上最常见的2代 XJ。2代 XJ 一共有3款发动机，分别是 2.0T 直列4缸、3.0T V6 机械增压、5.0T V8 机械增压。那其中 2.0T 是福特 EcoBoost 系列的发动机， 3.0T 和 5.0T 是捷豹自己的发动机。这俩发动机设计几乎一样，当然通病和故障也一样。3.0T 可以当做是 5.0T 去掉2个气缸后再缩缸的版本。捷豹用的变速箱都是德国采夫的，2013款以后的2代 XJ 是 8AT，2013款之前是 6AT。很多人吐槽捷豹变速箱不行，不是说它的质量不行，也不是说换挡慢，主要是换挡的逻辑比较傻，而且低速顿挫感稍微明显一些。如果说你切换到运动模式、暴力驾驶的话，这种感觉会非常明显。但是如果说你只是日常代步，那捷豹的变速箱其实体验并不差。XJ 的驾驶感受，学长的评价是很高的。XJ 的底盘支撑性，还有底盘的响应灵活度，要比同年代的宝马7系还要好。而且车内的用料、配置还有 NVH 整体都非常的棒。但是捷豹的车，尤其是二手车，多多少少都有一点异响。底盘的橡胶件还有发动机的鸡爪胶老化速度非常快。捷豹的车还有一个比较少见的故障，就是内饰的一些小零件非常容易坏。就比如说遮光板掉了，顶棚塌了，电动升降的旋钮换挡机构坏了，车机还有仪表死机了等等这些小毛病。这些问题进口的捷豹很多，国产以后的捷豹质量反而要比进口捷豹稍微好一些。XJ 发动机总体看质量还行，虽然说有一些通病，但好在有成熟的维修方案可以一次性解决。那先说一下福特 2.0T 这款发动机，2018年以前的捷豹和路虎用的 2.0T 就是这款发动机。这款发动机最大的一个毛病就是烧防冻液。这个主要是因为呲缸垫导致的。如果说你的车出现了启动困难、发动机缺缸、失火、冷却液莫名其妙的减少，这些症状很有可能就是因为呲缸垫了。我们可以花300多块钱买一个原厂改进型的缸垫，再加上装饰费1000多块钱就可以搞定。还有野马、福克斯 RS 的 2.3T 发动机也有呲缸垫这个问题。其他碍害的地方就是发动机的曲轴皮带轮，还有就是进气正时链轮的锁止销比较容易坏。如果说你的发动机有严重的异响，重点检查一下这2个地方就行了。那下面就是捷豹自己的 3.0T 和 5.0T 这2款机械增压发动机。这2款发动机都是90度气缸夹角的微型发动机，配的都是最原始的母式机械增压器。
这种5式机械增压几乎没有动力延迟，出力特性最接近大排量的自然吸气发动机。改了高流量进气以后，如果说你深踩油门，会有特殊的猫叫声，开着特别的上头。下面来说一说捷豹这俩机械增压发动机的通病。这俩发动机几乎必坏的地方就是发动机周边的水管和水泵。很多捷豹路虎发动机拉缸都是因为漏水、发动机高温导致的。现在后市场已经有了改进型的金属管来替代原厂的塑料水管，找一个靠谱的修理厂可以一次性根治这个问题。那除此之外，机械增压器的皮带轮时间久了会有异响，可以单独换皮带轮，几百块钱就可以解决，不需要换整个增压器。发动机正时链条挡板原厂有一个设计缺陷，时间长了以后，正时链条的矿量会很大，而且有异响，可以换一个改进型的链条挡板，能再开个10几万公里都不会出问题。那总的来说，捷豹的这两款机械增压发动机其实非常不错，只要你找对了靠谱的修理厂，一次性解决了漏水问题，其他碍坏的地方其实并不多。保养得当的话，这款发动机很少漏油，也不怎么烧机油，无论是动力、声浪、质量还是运行品质，都要比同期奥迪的 3.0T 机械增压发动机要强。捷豹就像是一位私家小姐，高贵、漂亮，有一个有趣的灵魂，但是她比较娇贵，需要懂她的人去精心呵护。如果说你只是觉得她漂亮，馋她的身子，想把她当成招之即来、挥之即去的工具，那捷豹可能真的不太适合你。那最后说一下二手 XJ 的购买建议，学长最推荐的是2013到2018款的车，3.0T 配 8AT 的后驱版。现在一台15年的车，行情大概在14到18万左右，开出去依然有100万级豪车的气场。如果说车子没有太大的机械故障，买回来整备一下全车的油水，把底盘的橡胶件还有发动机的水管通通换一遍，再做一下外观内饰的全面翻新，大概4万块就可以搞定了。二手的 XJ 非常适合预算有限又需要撑门面的兄弟。如果你喜欢开车，但又觉得 F-Type 这种小跑车不够实用，有没有既能满足日常家用又有驾驶乐趣的车？当然有。今天学长给兄弟们推荐2台捷豹的4门轿车，绝对能满足你的需求。只是说这2台车太小众了，了解的人比较少，知名度不是很高。这2台车分别是搭载 3.0T 机械增压发动机的进口 XE 和进口的 XF， 这俩都是英国原产的后驱标轴运动型轿车。车尾要比宝马还要灵活，激烈驾驶的时候，车身动态非常像 W204 这一代的 C63， 对驾驶技术要求很高，而且非常好玩。进口的 XE 只有1代车型，买哪个年款本质上没有区别。现在一台16年的进口 XE 行情大概是15到17万，要比同年份的宝马 M235 还要便宜，但是配置、舒适性、豪华感这些方面，进口的 XE 要比 M235 强，只是说它的车源非常少，需要你耐心的去淘。进口 XF 有2代车型，2016款以前是第1代，16款以后是第2代，其中2013款有一次中期改款。学长比较推荐就是2016款以后的第2代 3.0T 机械增压的进口 XF。2016款以后的第2代 XF 用上了全铝车身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16款以前的初代 XF 内饰实在是太难看了，除非你完全不介意，或者说你实在是预算有限，否则还是16款以后的 XF 综合性价比会更高一些。3.0T 的二手 XF 车源要比 XE 多很多，现在一台16年的车行情大概在14万到17万这个区间，这么对比下来，其实 XF 的性价比要比 XE 高很多。就好比二手的5系和3系一个价，你买哪个？XF 还有搭载福特 2.0T 发动机的旅行版。那如果说你喜欢瓦罐，可以重点考虑一下这台车。这台车的外观实在是太漂亮了。如果说你觉得 XE 和 XF 车龄太长，怕修车麻烦的话，奇瑞捷豹国产的 XE-L 和 XF-L 也是可以考虑的。国产后的捷豹大部分车用的是捷豹自己全新研发的 2.0T 英杰列发动机。那这款发动机技术很先进，获得过2018年的沃德10佳发动机称号，动力油耗表现属于目前 2.0T 第一梯队的水平。捷豹的 2.0T 英吉利发动机质量其实还是挺好的，通病和宝马 B48 一样，就是比较容易漏水，一定要记着定期检查发动机周边的水管、水泵还有鸡爪胶。最后来聊一下热度和人气都非常高的捷豹小跑车 F-Type， 老粉都知道，我个人是非常喜欢 F-Type 这台车的。F-Type 跑赛道可能不是最快的，但是 F-Type 非常适合作为一台日常代步的跑车，它的外观足够拉风，内饰豪华有科技感，配置又高，动力随叫随到。底盘非常的柔韧舒适，开起来很像一台豪华的 GT 跑车。最关键的是 F-Type 不管是 3.0T 还是 5.0T， 声浪都非常好听，而且很特别，属于你开过一次就忘不了的那种感觉。我放一段素材，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。
能拿 F-Type 跟 Z4 还有保时捷的718做对比。实际上 F-Type 在2013年刚上市的时候，对标的车型是保时捷的911。毕竟 F-Type 是有 5.0T 575匹马力的 SVR 版本，马力甚至要比同期的911 Turbo 还要强。F-Type 在我心里就是一台完美的跑车，毕竟我也不是专业的赛道玩家，我的用车场景就是日常的市区代步，偶尔在跑跑山。F-Type 几乎完美的适配我。说了这么多 F-Type 的优点，下来跟兄弟们简单聊一下 F-Type 的问题。那这台车我研究很久了，而且我跟很多 F-Type 的车主都交流过。对于 F-Type 的问题，学长来给大家做一个总结。如果说你也想入手 F-Type， 可以作为一个参考。F-Type 国内本质上只有一代车型，2021款进行了一次小改款，外观和配置有一些变化，但整体的区别并不大。这台车 3.0T 发动机通病和其他的捷豹车一样，之前已经讲过了。F-Type 的底盘橡胶件跟避震老化速度比较快，经常暴力驾驶4万公里左右就不太行了。正常代步的话也能跑个8到10万公里，只是因为这台车会勾起你的驾驶欲望，所以的话会给你一种底盘件老化快的错觉。F-Type 装配工艺比较一般，车内饰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异响，在过坑过坎的时候特别明显。车机、蓝牙、倒车影像这些东西偶尔不好使，这些小问题稍微有点多，基本上也就这样了。另外 F-Type 的配件价格要比 BBA 还要贵，尤其是外观内饰的一些专属配件，保养价格也比较贵。3.0T 的机器要7.5升机油，再加上3滤，去外面的修理店做一次小保养也得1000多块钱，大保养那就更贵了。如果说你能接受 F-Type 的缺点，那这台纯正英伦血统的 GT 小跑车，你一定会爱不释手的。那最后再说一下行情，我个人比较推荐的是16年以后 3.0T 的 F-Type。现在16年的车行情大概是25到30万，大家可以大概做一个参考。而且因为新款 3.0T 只有4驱车型，老款后驱的 3.0T 二手车这2年基本没咋掉价，主要还是因为车源相对比较少，而且有不可替代性，未来再掉价的空间基本上也不大了，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。最后再顺便聊一下捷豹几款热度比较低的冷门车，首先是2台 SUV E-Pace 和 F-Pace。E-Pace 和路虎极光还有发现运动是姊妹车型。F-Pace 和路虎星脉是姊妹车，但是同年份的捷豹 SUV 要比路虎便宜很多。就比如说，同样是2020年的车，路虎极光大概是18到21万，而同配置的捷豹 E-Pace 只需要15万。F-Pace 就更夸张了，同年份配置相似的 F-Pace 要比路虎的星脉便宜10万块钱。所以说，想买二手极光和星脉的兄弟们该买哪个？你现在明白了吗？捷豹还有一台非常冷门的车，我也简单跟大家聊一下吧，就是 XK。XK 是捷豹品牌最顶级的豪华 GT 跑车，当年对标的车型是玛莎拉蒂的 GT， 还有阿斯顿马丁的 DB9、宾利欧陆 GT 这些车。XK 有4.2自吸和 5.0T 激增2个发动机，4.2是老发动机，比较少见。现在二手车市场里面的 XK 大多都是 5.0T 机械增压的。XK 这台车学长第一次见到是《极品飞车14热力追踪》里面，这台车在游戏里面给我的印象非常深。现实生活中我只在车展上见过 XK， 没有真正的开过，也不太好评价。但是这台车外观非常的捷豹，你很难找到一台挂有捷豹的商标，但是设计非常丑的车。这也是捷豹这个品牌到现在依旧被广大车迷所喜欢的一个原因吧。XK 的二手车由于车源很少，基本上一车一价，这种车收藏价值要远远大于它作为交通工具的价值。所以说，兄弟们，你们也不要问我二手的 XK 值不值得买了。以上就是学长对于二手捷豹的所有车型全部的解读。总的来说，二手捷豹的性价比还是很高的，但是你要对它潜在的通病做预防性的维修，比较适合愿意花时间和精力玩车的兄弟。如果你只是觉得它便宜有面子，把它当成一台纯粹的交通工具，二手捷豹绝对会让你流泪的。看到这儿的兄弟们，请你们给我一个免费的1键3连支持一波，你们的支持是学长持续更新的动力。如果说你觉得本期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也可以点一个关注，学长会持续更新有干货的汽车内容。这里是穿越速一档和帝王奶奶都能看懂的汽车节目，我是吉普学长，让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